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等了2年，诚意万箭穿心名场面终于上线，破碎感直接封神。时隔2年，当天地剑心中王权富贵被万箭穿心的名场面终于在荧幕上完整呈现的那一刻，无数等待的心仿佛也随着那场剑雨被一同刺穿。那不是简单的疼痛，而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震颤，一场蓄谋已久的情感决堤。2年前的深夜，那段模糊的路透视频像一粒种子，悄然植根于心。画面中，程毅一身白衣倚在片场角落，血迹如红梅绽放在雪地，仅是一个低眉的侧影，那份穿透画质的破碎感已让观者心揪。那时的我们不曾想到，这份等待会如此漫长，如此熬人。我们像等待着某个已知结局的仪式，明知会有万箭落下，却依然渴望亲眼见证那份决绝的美学如何被光影具象化。直至今日，当箭雨真正落下的那个长镜头拉开，痛感确实先于理性思考冲上心口。那不是生理的疼痛，而是艺术感染力带来的近乎战栗的共情。程毅的白衣在凌厉的剑阵中翻飞，血渍在布料上晕染开来的轨迹被慢镜头精准捕捉。那不是简单的暴力呈现，而是用视觉语言谱写的抗争诗篇。特别令人动容的是，每一柄剑穿透身体时，他眼神中的光芒不仅没有暗淡，反而愈发锐利如炬。那种对信念的坚守与对青铜的不舍，在他每一寸肌肉的震颤中流转迸发。原著中那句万箭穿心终不悔，相视一笑倾王权的判词，在这一刻获得了血肉之躯的有力证明。这场戏的深刻之处在于其精妙的象征结构。王权富贵受刑的根源，恰恰源于他对王权体系本身的反叛。那些刺穿他身体的剑，正是他出身的世界对他的最终审判。然而，他通过承受而非抵抗，完成了超越每一柄剑的穿透，都让他离那个禁锢他的世界更远一步。当他满身剑刃依然望向青铜时，那眼神中不仅有深情，更有着挣脱枷锁后的释然。这一刻，刑罚变成了洗礼，囚牢变成了出口。程毅的表演赋予了这场戏震颤灵魂的力量。他的王权富贵不是单向度的悲情英雄，而是一个在极致痛苦中找到自由，在肉身毁灭中完成精神升华的复杂存在。他所呈现的破碎感并非脆弱，而是一种千锤百炼后依然保持内核完整的强度。他所演绎的执念不是盲目，而是一种洞穿世事后依然选择的赤子之心。那些细微的面部抽搐、隐忍的呼吸节奏、逐渐失焦却始终坚定的目光，都让这个角色每一次喘息都承载着命运的沉重与超脱的轻盈。从制作层面看，这场戏的视听语言堪称典范。剑雨落下的音效设计层次分明，金属破空之声、衣衫撕裂之响、剑刃入骨之闷，交织成一场残酷的听觉盛宴。配乐在关键时刻悄然隐去，只留下自然声响和演员的喘息，这种留白反而让情感浓度飙升到极致。摄影更是大胆运用了旋转镜头与特写切换，既展现了剑阵的宏观压迫感，又捕捉到了人物眼底最细微的情绪波动。这2年等待的价值，在这场戏中得到了完满回报。它不仅高度还原了书粉心中的想象，更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局限性。程毅用他的表演为这个古典悲剧注入了现代性的解读。痛苦不是终点，而是新生的起点；爱情不是彼此束缚，而是在绝境中依然相视一笑的懂得与成全。万箭穿心之后，王权富贵不再是王权的富贵，他成了自己的富贵。那满身的伤痕，是他挣脱命运桎梏的勋章；那坚定的眼神，是他对自由与真爱的最终宣言。而程毅
用2年的等待换来这样一场足以载入古装剧史册的表演，再次证明了他是如何将表演升华为艺术的。他能让疼痛绽放出美丽，让破碎凝聚成完整，让一场虚构的刑罚成为照亮现实、触动心灵的人性赞歌。这场戏播毕，荧幕前的我们拭去眼泪，忽然明白，真正的经典从来不是让我们沉迷于虚构的悲欢，而是让我们在极致的美学体验中重新思考自己生命中那些值得万箭穿心去守护的信念与挚爱。时隔2年，天地渐新中王权富贵万箭穿心的名场面终于完整播出。屏幕那一刻定格的不只是角色的悲剧结局，更是诚意用表演铸就的灵魂共鸣。那场箭雨落下的瞬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观众屏住呼吸，知听的心脏与箭鸣一同颤动。从路透到正片，2年的等待中的圆满。2年前的路透视频中，程毅一身白衣，半跪雪地，血迹如眉，眼神中藏着不屈与哀痛。那一幕虽模糊，却让无数剧粉心潮起伏。如今正片播出，所有想象被现实击中，那不是简单的虐心戏，而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导演巧妙地用长镜头捕捉剑阵之下的压迫感，镜头缓缓推进，剑光从四面八方交织成光之牢笼。程毅的身体被剑气推得踉跄，他却仍稳稳直立，血从胸口渗出，顺着剑锋滴落，映着冷光，像极了燃烧的信念。那一刻，王权富贵不再是凡人，而是信念的化身。破碎的不是肉身，而是宿命的枷锁。万箭穿心不仅是一场生理极限的刑罚，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救赎。王权富贵身负血脉诅咒，却仍选择以血洗罪，用承受代替反抗，这正是他悲剧的伟大之处。每一柄剑的穿透都是命运的鞭笞，而他每一次抬眼望向青铜，都是对命运的蔑视。程毅的表演将这种逆命而生的力量演绎到极致。他没有大幅度的挣扎，却用极细微的表情变化讲完了痛苦的全过程。出受剑时的震惊，随之而来的麻木，再到最后的释然。尤其是他那一抹近乎微笑的神情，像是对青铜的告别，也是对自己的宽恕。程毅的破碎感是一种高阶表演。程毅的演技一直以内敛著称，但这场戏让他的表演层次达到新高度。他用静的方式传达痛，用克制的情绪包裹极致的悲怆。面部肌肉的抽搐，呼吸的细微紊乱，眼底那抹忽明忽暗的光，都让人真实感受到角色在崩溃边缘的平衡。他并没有选择夸张的呐喊，而是用沉默的承受构建出更深的震撼。那种破碎感不是崩塌，而是忍着碎裂依然挺立的坚韧。程毅将这种情绪精准拿捏，把痛演成了诗，把绝境演成了信仰。视听语言的极致配合，一场美学的高潮。这场戏在制作层面同样惊艳。导演刻意弱化音乐，只留下剑鸣与心跳。配乐在最关键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风声与呼吸声，让情绪瞬间凝固。摄影机缓缓旋转，剑光如流星坠落，慢镜头中血花绽放成红莲，形成一种残酷的美学。视觉的冷与情感的热交织，让整场戏的感染力翻倍。那种美到极致即是痛的张力，让观众在心碎中感受到审美的震撼，超越原著的精神升华，从悲剧到永恒。原著中的王权富贵早已注定悲剧，但程毅的诠释让这个角色拥有了超越宿命的力量。那一眼望向青铜的温柔，已不再是告别，而是一种无声的永恒。他以死亡实现了自由，不为王权，不为世界，只为心中那一点真与爱。当最后一柄剑落下，镜头定格在程毅微微抬头的表情上，血迹模糊了五官，却掩不住那一瞬的清明。那不是死亡的终结，而是灵魂的解放。程毅用破碎铸就永恒。
2年的等待，换来短短几分钟，却足以封神。程毅用王权富贵再一次证明，他不是在演角色，而是在活成角色。他让万箭穿心成为古装剧史上不可复制的高光时刻，那是一场表演的极致呈现，也是一次灵魂的燃烧。当剑光熄灭，泪光浮现，我们忽然懂了，真正的经典不只让人心疼角色，更让人重新相信有些信念值得以万箭穿心去守护。